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莫名其妙的爆炸事件，其中伤害程度很高、影响力极大的，大伙熟悉的俄罗斯的通古斯大爆炸。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一件事，就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件不逊于通古斯大爆炸的爆炸事件。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公元1626年。这是大明天启年间，北京发生了一场古今未有的离奇大爆炸。那么这次大爆炸呢，比通古斯爆炸呢要更传奇。为什么呢？就是通古斯爆炸里头的所有现象后来经过考古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呢发现都可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可是天启大爆炸里发生的种种怪异现象是很难在科学上得到解释的。那么这次大爆炸由于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北京，爆炸造成了2万多人的死伤。爆炸的威力呢，相当于1万到2万吨的 TNT 炸药，比扔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呢还要厉害。当时处于明朝的天启年间，所以这次爆炸呢被称为天启大爆炸。到现在为止呢，科学界和史学界呢都没有对这起爆炸的原因做出定论。和我们历史上发生的其他的怪异事件不同的是呢，这次天启大爆炸在史书里记载非常详细，可以说人证物证俱全，有根有据，所以它才引起了诸多后来的这个科学家对天启大爆炸孜孜以求的这种研究，就觉得这个太神奇了。那么咱们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给大伙说说这个天启大爆炸。爆炸发生的时间呢是公元1626年的5月30号，是天启6年的5月初6。就说他的头一天呢是端午节5月初5。当时呢北京城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不头一天是端午节吗？所以第二天呢5月初6这天呢，街道两旁的小贩呢还在卖昨天没卖出去的节日商品，你像粽子香包纸葫芦什么的，搁现代话说那就挥泪大甩卖了。那么当时的老百姓呢也愿意买打折货，也图便宜，所以一群一群扎堆在那占便宜。这大街上人特别多，买的卖的熙熙攘攘。那么到了上午9点的时候呢，大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就在大家有买有卖有说有笑的时候呢，突然间天空传来一声闷雷似的轰响，咔嚓！大家被这个响声给惊呆了，齐刷刷扭头看天，只见天上有个巨大的火球在空中翻滚，一边翻滚一边你能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而且连闪电带冒火。紧接着这个火球在空中唰就解体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再次响起。随后呢，能看着一朵又大又黑的蘑菇云笔直的竖在北京城的上空。也就是挺了有几秒钟的时间，北京城突然间天昏地暗，天崩地陷。东起阜成门，北到刑部街，在长大概2公里、宽6.5公里的范围之内，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什么木材石块铁屑还有人的残肢、鸟的尸体像雨点一样不断从空中落下来，这其中还有人头，挺吓人，有的没眼睛了，有的没下巴壳了，有的没鼻子了，看着是非常非常恐怖。那么在史书里呢，关于这次大爆炸的恐怖之处有不少记载。说在遇难的人当中呢，有个叫周继宇的。当天上午呢，他到北京这菜市口买东西，走着走着呢，迎面过来6个人，仔细一看呢，这是他搬家以前的邻居，挺久没见了，所以打算叙叙旧唠唠嗑。你看电视剧里我们都看过，古代人在讲话之前呢，都双手抱拳做个揖。这周继宇呢，就向这6个人行礼，6个人也跟他回礼。就在6个人回礼的时候，这不鞠躬吗？突然间一声炸响，这6位一抬头，这一抬头不要紧，就眼看着周继宇的脑袋从脖子上嗖就飞出去了，一下子飞出10米开外。随后他这身子这不就剩个枪子了吗？啪倒在地上。而这6个人呢，毫发无伤。这6位被眼前景象可给吓坏了，转身就跑。跑的过程当中空中不断有着残肢断臂落下来，
路上的尸体呀，一个摞一个都摞起来了。那街上是死的死，伤的伤。说大内皇宫如何呢？皇宫也没好哪儿去。当时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他哥哥。这朱由校呢，正在乾清宫里用早膳吃早饭呢，吃的正美着呢，突然发现大殿的顶棚啊疯狂震动起来了，那就跟地震似的。随后噼里啪啦往下掉东西，朱由校吓得扔下饭碗，起身就跑。因为他跑的速度太快，很多扶持他的太监呢、护卫都没反应过来，只有一个贴身侍卫跟着他跑出来了。这侍卫扶着朱由校呢，跑到建基殿门口，两个人本想进店里躲避一下，结果脚还没踏进门呢，屋里房顶就开始往下掉东西。这个侍卫真是挺忠心护主，一下扑到皇帝身上了。正这时候呢，房上瓦片噼里啪啦掉下来，正砸在侍卫头顶上。这个侍卫头骨瞬间爆裂，脑浆都沾了皇帝一身。朱由校被这一幕吓坏了，也顾不上皇帝体统了，鬼哭狼嚎的边跑边喊。最后呢，跑到交泰殿的一张桌子底下缩成一团，幸免于难了。那灾难发生时呢，皇上起身就跑，那边乾清宫里的内侍都不知发生什么，等反应过来呢，也跑不了了，无一幸免，都被砸死在乾清宫里了。这宫殿都塌了，把这人都闷里边了。那么殿里边的被砸死，殿外的也跑不了。当时紫禁城呢正在对宫殿外部进行修缮，其中大概有2000多名工匠就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干活呢。一声巨响之后这些工匠就被震落到地上。那说胳膊腿断了那是轻的，有的大头朝下，直接头骨爆裂就死了。那么最可怜的呢，得说是皇上他儿子。当时的皇太子朱慈炯呢还不满周岁，虽然没被砸死呢，却因为爆炸受到惊吓，第二天就被夭折了，就一生日不到就死了。那除此之外呢，当朝大臣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这个当朝御史叫何谦书、潘云逸这二位在爆炸当中遇难了。工部尚书就说白了，现在的这个水利部部长董可威双臂折断了。御史王爷浩呢没什么损伤，但是给震晕了。劫后余生他是心有余悸，都有点神经了。他绘声绘色的跟皇帝说起这段恐怖经历。他说：“皇上当时我正在衙门里办公，突然一声震响，顷刻之间天崩地裂，火光四射。这房梁瓦片窗户就跟落叶一样往下飘我当时就被震晕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被救出去。后来我让人搀扶着进了这个院里的天井，一看这也不安全了，赶紧骑马出了衙门。我一看街上妇女儿童这哭的哭，喊的喊呐，马路上死尸成堆。那皇宫仪仗队里边有那个天竺那边供过来的大象，受到这个受惊了，这大象呢从象房里跑出来，满街乱窜。那么大的庞然大物践踏百姓，也造成死伤无数。我是赶紧快马加鞭回到朝房，这才躲过一劫。到现在为止我都吓得惊魂未定，一闭眼就这个，我这人都神经了。就说当朝大臣像他这样经历的不少，就在这次爆炸当中给吓坏了。那么我们从这些大臣留下来的话和记载当中可以得知，当时确实死伤惨重。那死伤的具体状况呢，明朝大臣杨涟在所著的《碧血录》里有一段生动的描绘。他说前门外有家棺材店，就是鲜鱼口打马场那一带有家棺材店。这家棺材店呢买卖很大，在这个受灾后的第二天呢，有人去买14口棺材。正商量着怎么卖的时候呢，转眼间又来人说要买52口，这俩人加一块就66口棺材了。这店老板很为难，说我店里没这么多。完来的人说那么的吧，你把店里棺材不论大小你都拿出来，完了我们哥俩商量，你要多少我要多少。你就说光是一家就买52口棺材，你可见当时的伤亡得多惨重。后来这官方统计呢，这次爆炸呢造成2万多人死伤，1万多间房屋倒塌。说到这儿这你可能觉得你刚才描述这情况，这不就普通的地震加爆炸吗？也说不上多离奇，你怎么说比通古斯爆炸还离奇呢？你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次爆炸里边发生的特别离奇的事儿。
咱首先一个离奇的事是什么呢？死伤者呀，基本上都赤身裸体。你看，这是有证据的。明朝天启皇帝的司礼太监叫刘若愚，他是这次大爆炸的目击者之一。他写了一本书叫《民工史》，这书里面呢详尽记述了爆炸中发生的离奇事件。他就说，凡是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裸体，为死者一节振翅其衣帽也。意思是死的人呢，大多是折胳膊断腿，而且不论男女都一丝不挂裸体，没死的人呢也被把衣服给扒下了。那么当时有一位伤者就证实这个说法，说爆炸发生后这个伤者的帽子、衣裤、鞋袜一瞬间都不见了。他因为腿受伤了，躺在地上动不了，就看街上这些人都和他一样赤身裸体，男的好说，女的害臊女的有的用瓦片遮住下身，有的用裹脚布缠在胸前，有的披了半条褥子，有的呢披了一副被单。一会儿功夫，在他身边过去好几十人，这些人呢都赤身裸体，当然逃命的时候也顾不得害臊了。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说有个当朝御史何廷枢在爆炸中遇难了。当时他正要出门拜客，没想到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就塌了，全家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何廷枢的手下赶到之后呢，站在瓦砾上大喊：“底下有人吗？”这时候有人回应：“救我，救我！”这是何廷枢的小妾，人称小二姐，手下赶紧把她刨出来。结果她呢，身无寸缕，以手遮阴，羞赧无措，就浑身上下一个布丝都没有，搁手遮着下身还臊的不得了。这时候一个手下赶忙拖着大褂给他盖上，扶他离开废墟。当时大街上呢还有很多有钱小姐太太坐的轿子。结果是发生个大爆炸之后，有人为救他们掀个轿子一看呢，人没事，在轿子里边赤身裸体的，这衣服都给弄没了。你看，就说死伤的人呢都没了衣服，一丝不挂，这个确实够离奇的。可是衣服没了事小，这人要没了事可就大了。当时明朝的官方报纸《底报》为这场大爆炸发布了一篇号外文章，叫《天变底钞》，其中呢就有爆炸发生后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那么其中就说呢，当时在粤西会馆路口有个学馆，其中呢有32个学童。爆炸发生之后呢，教书的先生和学生一个没剩，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个新上任的宣抚总兵带着7个手下呢到别的官员家拜访，还没等到地方呢，爆炸就发生了。结果这一行7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没了踪影。这位总兵骑着一匹宝马呢也没了，不知哪去了。那刚才我说当时街上有很多小姐太太坐的轿子，有的轿子还在，这人没了衣服了，可是有的轿子还在，人都不见了。就打开轿子里边空空荡荡没有人了。当时的承恩寺街呢有8辆女轿子经过，结果爆炸发生之后呢，轿夫跟小姐全没了，就剩个轿子在那搁着。你看这够离奇吧？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这2点呢，这次爆炸呢还有一点特别离奇，那就是很多东西被瞬间就给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石驸马街上呢有一个重5000斤的石狮子，就2.5吨，爆炸后呢居然飞到了顺城门外。石驸马街就是现在北京的新文化街，顺城门呢是现在的西单北大街。大家想想新文化街到西单北大街2个地方的直线距离超过1公里，这么沉东西能飞1公里远，你怎么解释？那么除此之外呢，北京的密云地区，就北京北边凭空飞了10几棵大树，大树根朝上叶朝下，显然呢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但是呢是被连根拔起的。要说最离奇的呢，那得属北京的西山和昌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死伤的人呢都一丝不挂，衣服哪儿去了？当时有的人报告官府，说这些衣服都飘到北京的西山和昌平去了。户部的官员接到汇报之后呢，去昌平西山实地查验，发现当地树上挂满了衣服，除了衣服还有鞋袜，还有首饰，还有器皿散落一地。户部官员把这个事儿呢写成奏折向皇帝汇报，皇帝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吃一惊。怎么把这些衣服扒下来，能把衣服送那么远，送到西山，送到昌平去了，这多远？你看说这么多事儿，是不是这次爆炸很离奇？
有人可能不相信，说这不是后人附会编的吗？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这个明熹宗实录啊，这个国决呀、着中志啊，北京的地方志著作呀、地经景物略呀等等等等都有记载，尤其是明朝的官方报纸底报记录的最详细。就你要说一本书记录，这是瞎编的，那么多资料从不同的角度都记录这次大爆炸，这可以说是有文字有真相。那么说了这么多呢，究竟这次大爆炸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单纯的爆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奇怪现象呢？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科学界跟史学界没有对这起爆炸原因做出定论。虽然没做出定论呢，但也不耽误我们对这个事儿进行探讨。现在关于大爆炸的成因呢，有那么4种说法，每种说法都难以解释全部现象，但是呢，每种说法呢都解释了一部分现象。为什么这么离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地震。说从地震的史料看呢，1620年以后，北京地区的地震频率激增。从这个1600年呢到1637年，北京周围地区4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71次。所以大明王朝在那个时候灭亡，可以说不光是人祸，也有天灾。北京城又是地震又是鼠疫的，把明末这个明朝朝廷给折腾够呛。所以清军入关呢，加里子城造反，大明已经没有力量再往黄兰峪击岛扶大山之将倾。那么根据史书记载呢，这个地处北京东北的密云县发生地震的时间呢，正好和爆炸的时间吻合。而且在北京城内呢，也出现了地震发生前的先兆。你比方说奇特的云彩啊，有火光啊，有荧光啊，有一些奇特的响声啊，这些奇异现象出现。那么根据底报里边那篇文章《天变底钞》里记载，就天启6年的4月27，爆炸不是5月初6发生的吗？就爆炸前的前8天，北京东北方的天空上呢出现了旗帜型的云朵，有的呢就像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似的，先是白色，后来变成红紫色。5月初3呢，爆炸的前3天，北京城东北方天空出现长条状的暗红色云彩，爆炸前第2天出现了暗黑色的云彩。你看，这都是很奇异的云彩。除此之外呢，这文中还记录爆炸前4天，有人看到前门角楼上有火光，有好几个青色的萤火滚来滚去，最后合并到一块，那个火球呢有车轮那么大。那么明史呢，正史里边也记录了这一段。另外明史还记载说呢，爆炸前4小时，天安门守门的侍卫突然听到演奏乐器的声音，而且一会儿声大一会儿声小，挺奇怪。这侍卫就去找，发现这声音呢来自天安门的火神庙。这侍卫就想推开店门看看这里边谁奏乐呢，就看有一个红色火球从店里边滚出，然后腾空而上。那么这种种迹象表明呢，在大爆炸发生前夕北京确实发生了一场地震，只不过因为爆炸威力太大，所以人们对相对微弱的震感呢没怎么留意。那是不是这地震导致爆炸呢？这很难说。就虽然地震呢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是你对蘑菇状的烟云，不论男女尽皆裸体，5000斤大狮子飞到其他地方1公里开外，人马凭空消失，这些现象地震是解释不了的。所以地震说呢只能是一种说法，很多人不承认这事。第二种说法呢是陨石说，就说陨石撞到地球上了。那么陨石呢是地球以外脱离原有运行轨道的流星，很多人见过流星，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呢美丽又浪漫，所以流星一划过，大伙都许愿，所以美梦就得以实现。这当然呢，这是老百姓赋予给他的美好的意义。那真正的流星坠落可没那么美丽。这个陨石冲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它前方空气会因为受到强压和摩擦导致温度上升，达到几千度甚至上万度。那高温呢使陨石表面的物质融化和气化，并且跟大气分子撞击的时候发光发热，形成火花火球。那么火花和火球爆裂的时候呢，人们就会听到霹雷声雷鸣声、爆炸声。这个跟史料中记载的天空中出现火球随后出现爆炸这个情况基本是吻合的。另外呢，这陨石跟地面撞击的时候呢，会发出巨大的震动和响声，
而且伴随着无数的小石块飞溅，这个就可以解释了天降石块和铁屑这现象。因为陨石的主要成分就是铁，但尽管如此呢，依然不能下定论，因为它跟地震一样，有太多的现象它也解释不了。那么第三种说法呢，说呀，这是龙卷风。龙卷风呢具有突发性和毁灭性特点，突然爆发的瞬间呢，也会伴有跟地震相似的轰鸣声，导致跟霹雷一样，大伙感到都害怕。那么巨大的风团呢，它顶天立地，这个就跟目击者眼中高耸的蘑菇云很相似。说有个蘑菇云在北京上空，那龙卷风卷起来之后，你看那整个风的形状确实挺像蘑菇云。那么因为风力大，所以才有可能把5000斤的大石狮子啪从这儿卷到城外，卷到1公里开外，也有可能呢把死伤者的衣服卷走。这就可以解释那些衣服鞋袜呀、首饰器皿呢为什么会出现在离北京城区很远的西山和昌平，还有那些消失的人和马，那极有可能被龙卷风给卷走了，那就不知道卷哪去了。那么龙卷风可以解释诸多的现象，但是还不能下定论，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现象它解释不了。你比方说这龙卷风把人卷走正常，要说光把人脑袋卷走，身子还留那儿，没听说过。而且把人的胳膊腿给刮断了，飞到空中不知吹多远，这个以前也没听说过。你龙卷风再大，整个人都卷走了，它不会把你脑袋胳膊单给撕下来卷跑了，这个可能性没有。再比如说天上滚动的火球和巨大的爆炸，这在龙卷风发生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从来没有这种现象。所以说龙卷风呢也是解释了 A 解释不了 B， 地震的陨石解释了 B 解释不了 A。 那么最后一种说法是什么呢？火药焚爆说这是由于火药焚烧造成的爆炸。这个呢历史上有点根据，就说爆炸发生之后呢，朝廷马上派人调查这个事儿怎么回事。那经过排查后发现呢，位于北京西南的王工厂火药库附近有2个10几丈深的大坑。有人就确定说这么大的坑，这么深的坑，不是爆炸根本形成不了，所以有人就确认爆炸的中心就是王工厂的火药库。那明朝的火药库呢，确实发生过很多次爆炸。史书记载呢，万历21年、万历33年、崇祯2年、3年、7年都发生过。那么崇祯11年的4月、6月、8月，更是连续发生了3次爆炸，弄得很多北京城里头迷信的人说大明江山要完了，这么频繁的爆炸，当时连西直门城墙都给炸塌了。那么好端端的火药厂为什么会炸呢？咱就拿万历33年火药厂爆炸为例，事故的原因呢，是由于年头久了，火药受潮结成块了，然后有个工作人员呢想用斧子把火药劈碎，结果这一摩擦出火星了，把炸药点燃了。所以那次爆炸以后，就有人说王工厂不戒自焚，致都城之扰，意思说王工厂的火药库监管不严，等于炸药呢导致了爆炸，造成整个都城的困扰，就是你管理的问题。那么王工厂火药库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王工厂确实是个巨大的火药库，根据史料记载呢，王工厂火药库日产火药大概是2吨，日常储备量呢在1000吨以上。那这么多火药一旦发生焚烧爆炸，那就可以在瞬间形成了高温高压气流，并迅速向四周扩散。那四周凡是能挡住气流的基本都被它给推倒了，往上呢就可以把东西携带着飞上半空，向下冲的这股气流能够使地面形成深坑。那么尽管炸药的威力很大，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炸药还不足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天体大爆炸后果。为什么呢？根据史书记载呢，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1万到2万吨 TNT 炸药。那王工厂火药库最多时候也储存了1000吨的火药，它和2万吨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何况当时火药库生产的是黑火药，跟后来诺贝尔发明那个 TNT 炸药那个威力相差10万8千里。所以说单纯的火药爆炸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呢，王工厂火药库极有可能是爆炸的受害者，就别的地方发生爆炸，把他这个火药库给点燃了，所以他不是罪魁祸首，他也是受害者。那么罪魁祸首是谁呢？有人根据这个又解释了，说可能是地下的可燃气体。
刚才咱们说了，爆炸过后呢，王工厂火药库附近出现2大坑。根据记载呢，这2个大坑当中啊，不断有噼里啪啦的火光出现。有人就推测了，他为什么炸完了，炸出坑来，这坑里还有火光出现呢？说里面啊可能有可燃气体泄漏，就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地表出现裂缝了，导致地下的沼气、天然气这些可燃气体泄露出来了。那么地表是怎么出现裂缝呢？那就不得不提到第一点所说的地震了。这么一来呀，这几种说法能串一块了，就能形成个完整链条了。你看啊，说当天由于地震呢，地表被震出个裂缝，蕴藏在地底下的沼气、天然气呢，随着裂缝就出来了，和空气混合呢，形成了一个可燃的气团。然后这气团随风飘到王工厂附近，遇到明火后发生爆炸，爆炸产生巨大蘑菇云，同时呢，还产生了巨大热能，把王工厂的火药库给点燃了。这不就拴成串了吗？但是这个说法呢很有道理，但依然呢有些现象不能解释。你比方说飞到西山和昌平的衣服，飞到城外大石狮子，凭空消失的人或死伤者都赤身裸体，这些他解释不了。那爆炸是巨大冲击波呢，能够使衣服损坏，但是把人的衣服给脱下来了，人还没咋地儿，这个恐怕不可能。那么说这脱衣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科学研究者就提出一个高真空负压环境理论。怎么回事呢？他说在爆炸发生的极短瞬间内产生了高真空负压环境，处在这种条件下呢，人的肉体和衣服之间的空气会猛烈膨胀，这种膨胀会导致衣服鞋帽呢向各个方向尽可能的撑开，甚至破裂，这些衣服就离开人体了。再加上当时正是5月末，是干旱炎热的天气，人就穿着单衣单裤，所以很容易被膨胀的气体撑开，它不像棉衣线衣贴身穿着。当然这些呢都是后人的推测，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到现在为止呢，爆炸的原因呢也没有定论。以上的4种说法也只能是仅供参考。那因为不能解释所有的离奇现象呢，所以现在呢这个人们开始转移方向，怀疑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认为其中有演绎成分。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多史料同时演绎，目的又会是什么呢？有人说最大可能如果说是所有的见到这些材料都在撒谎的话，那就一种可能，可能是政治因素。就中国古人认为天人合一，说人间的这个政治混乱会导致老天爷的不安，所以奸人当政的时候，一旦发生地震火灾，都能被代表正义一方大臣们演绎成天象示警，就老天爷在警告你。所以当时就有大臣说这次爆炸是由于奸臣贼子、阉党宦官横行霸道、腐败成风招致的天谴。还有大臣说这是上天警示皇帝，让他好好当皇帝，别宠信奸臣，别不务正业。当然这些方向都指着当时的奸党魏忠贤太监嘛。那么这些大臣上书呢，要求天启皇帝朱由校好好反省。所以灾后第3天，天启皇帝就下了一道罪己诏，把自己骂了一通。罪己诏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皇帝在面对君臣错位天灾政权危难的时候用来自省的诏书。说白了就是皇上的检讨书。除了做检讨呢，皇上还要亲自赶到太庙祭拜，要求所有的这个臣工都要穿朴素的衣服尽心竭力的虔诚的这个给皇上办事，痛加反省，以求王朝长治久安，把这些灾祸都躲开。那么尽管当时的天启皇帝下了罪己诏，但是这次爆炸给大明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的朝廷内部比较混乱，宦官横行，外边呢又有这个努尔哈赤带领的后金虎视眈眈，正是风雨交加的时候，结果来了这么场大爆炸，使得这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雪上加霜。加上之后几年北京城又来一次鼠疫，这2次大灾难极大程度的推动了明朝的衰亡。那么天启大爆炸呢，距今呢已经将近400年了。时至今日呢，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它的成因进行推测考证。除了前面咱们说那个4个原因地震说、陨石说、龙卷风说等等等等，后期呢又出现了大气静电酿祸说、地球内部热核高能强暴动力说
陨星反物质与地球物质相逢相灭说，这些都弄得很专业。更有甚者呢，认为是外星人入侵、UFO 降临等等。你听着挺科学，但每个观点呢都没有摆出无可辩驳的证据，让人没办法彻底信服。那么这个千古之谜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呢？恐怕得咱们人类的科技再发展发展。好在现在呢，史书的那些史料呢，都在那白纸黑字的搁着。什么时候我们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再根据这些史料记载的东西往回推，也许这个北京城亘古未有的天体大爆炸的谜团就能够解开了。喜欢看恐怖片的朋友啊，一定都看过《午夜凶铃》系列，它是日本恐怖片的代表作。而且你提到恐怖片，相信10个人有8个人呢，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午夜凶铃》。即使没看过这个片子的人，你也应该能听过这个片子的大名。尤其是那个披头散发的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这个经典形象，给不少人的童年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阴影。那么在《午夜凶铃》这部电影里边呢，除了女主角贞子以外，贞子她的母亲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名字叫山村智金子。这个山村智金子呢，虽然出场不多，可是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山村智金子啊，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人。他跟大学教授一雄平八郎博士生下了山村贞子，后来因为呢这种超能力实验失败，被社会排斥，自杀身亡。那么电影里的贞子呢，他继承了他母亲的这种超能力。其实这个山村智金子和山村贞子并不是《午夜凶铃》的编剧导演凭空编造出来的角色，他们呢是有原型的。这部电影的故事原型啊，跟2位非常诡异奇特的日本女子是密切相关的，而且电影里的一部分剧情就是根据真人真事的亲身经历改编的。那咱们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呢，就跟大伙说说这2位日本历史上有据可考的超能力大师，以及由他们引发的关于超能力的一些争论，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什么定论。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贞子的母亲山村智金子的原型人物。这个人叫什么名呢？叫玉传千鹤子。玉传千鹤子呢是明治19年生人，就是1886年生人。他一出生呢就有个病，是什么？严重的听力障碍。那么千鹤子他爸爸是日本熊本县呢当地一个很有名的汉方医。什么叫汉方医？其实就是中国的老中医。但他爸爸尽管是个有名的大夫呢，也没有能治好他女儿的聋病。这千鹤子呢，他的听力随着年龄增长一点点衰退，到他成年以后啊，就18、19以后呢，这千鹤子几乎就失聪了，就只有左耳朵能听到一点点动静，右耳朵什么都听不见。那么一晃呢，千鹤子22岁了，她嫁给了一个陆军军官。由于她这听力的毛病啊，这婆家人呢对她不满意。不长时间呢，她这丈夫呢奔赴战场了。千鹤子呢就跟着公公婆婆他们仨一块生活。有一天呢，她公公就说：“说我钱包里那50块钱怎么不见了？”这公婆2人呢翻箱倒柜也没找着。千鹤子听了之后呢，稍微想想，就对婆婆说：“那50块钱呢，在婆婆你那个供佛那个佛龛那抽屉里边呢。”千鹤子她公公一听呢，赶紧过去一找还真就在那儿。他公公就琢磨说，这不对啊，这千鹤子怎么能知道钱在这儿呢？除非偷钱的人就是他。我们一找他胆小了，他就说那钱在那儿呢，也就供出来了。所以转天呢，他公公婆婆就把这事写信呢，告诉给远在战场的他儿子。他儿子也是个不问是非的稀里糊涂的孝子，不分青红皂白，说我这儿媳妇在家竟然偷我爹妈钱，这还了得，就把千鹤子给休了。那么这个事儿就是千鹤子超能力被发现的一个起点。就千鹤子拥有这种能力，他能够好像透视能看到好多东西一样，就知道那个钱在佛龛里边。咱们再说这个被休之后的千鹤子回娘家了，他就到了他爸爸的医馆里边
帮他给人看病，因为他爸爸不是开这个诊所的吗？但奇怪的是，他爸爸一点点也发现了自己这女儿有种超能力，打小还没感觉出来，怎么到大了之后发现他这能力太神奇了。你看，每当病人进来的时候，千鹤子呢就看了这病人一眼，就知道这个人的病根在哪儿，就能够对症下药。也正因为如此呢，他们家这医馆呢买卖是越来越好，老百姓都口耳相传说这个熊本呐有个玉传医馆，玉传医馆呢那个馆主他女儿玉传千鹤子是位神女啊，居然是看一眼就能知你啥病，都不用什么望闻问切。那么这个时候千鹤子自己也意识到了，有一股神秘力量啊在自己身体内一点点觉醒了。不过真正让千鹤子名声大噪的人呢，不是他爸爸，也不是他自己，是千鹤子的姐夫，叫清源猛雄。这个清源猛雄呢，教给了千鹤子当时日本非常流行的催眠术，就想通过这个呢，进一步激发千鹤子这种透视能力。那通过学习跟使用催眠术呢，千鹤子这个超能力得到进一步开发，特别是这种遥视功能，就说白了，千里眼，隔多老远我能看见你们一般人看不见的事儿。而且他能准确说出千里之外什么事儿怎么回事。其实搁中国话说就开了天眼了。到后来呢，这个清源猛雄呢就要求自个儿的小姨子千鹤子多做深呼吸训练。为什么呢？深呼吸可以让你的精神专一，意识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不使催眠术，千鹤子也能顺利的发挥千里眼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千鹤子22岁，你看他1886年生人，22岁多少呢？就说1908年了，这时候已经。这时候呢，正好是日本和俄国对立，就日俄战争期间。这个清源猛雄呢，为了测试千鹤子的千里眼能力呢，就跟他说我问你个事儿，说现在咱们正跟这个俄国那边打仗呢，说咱们日本的第6师团是否登上了长鹿丸军舰？就说咱们现在海军陆战队这第6师团是不是上了咱们的长鹿丸军舰了，在跟俄国人打仗呢？千鹤子说没有。说为啥呢？这军舰被俄国军队给击沉了。那么这场战争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海面上，而且日本军舰这长鹿丸号确实在他说这时候遭到了俄国海军的击沉。这清源猛雄和千鹤子呢，就非常准确的预测出长鹿丸号的沉没事件。那么过了3天以后，前方这个战场传来消息，说3天前长鹿丸号被击沉了。这个事儿当时一传出去，千鹤子身边的人都震惊无比，说怎么那么厉害呢？这可不是这随便瞎蒙的，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而且确实就是咱这消息没过之前，他就知道真是开了天眼了。这千鹤子千里眼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就连日本的财团呢也都慕名而来，请千鹤子呢用他的千里眼来看看。其中有个日本的大财团找千鹤子干什么呢？说你看看日本有个地方叫大木田，这地方能不能开出煤矿来，我们值不值得投资？这么千鹤子跟财团派来的人呢，一起就到了这个大木田地区，在这区一走就走了4个小时。到了第4小时的时候呢，千鹤子就指着前面一大片地，说这块再往前大概20-30里地都是煤矿的区域。我就恍惚看着眼前呢一片黑乎乎东西，很大。完，随行的人呢立刻去禀报。然后这个财团呢打发人按千鹤子指的方向开采，果然开采出大量的煤来。哎呦，开矿山的财团非常高兴，当时给了千鹤子的谢礼多少呢？相当于咱们今天大概140万人民币吧。那当年得到这么多钱呢，可是件大事儿，媒体也就这事做了报道，当时是轰动一时。就这么着呢，千鹤子的名字和他有千里眼的这个传说随着媒体的传播是越传越广，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让他帮着找回失物，还有人请他帮忙发财。他爸爸的诊所呢，每天被慕名而来人挤得水泄不通。随着这新闻报道呢，千鹤子的案例引起了东京帝国大学一位研究超级功能人体特异功能的专家，这人是个教授，叫福来有吉。福来有吉一直研究这种超能力。就这么着，这福来有吉呢寄给千鹤子19个信封，说你按我这呢，我要测测你的超能力。每个信封里呢装着一张名片，有的名片上面还包了一层锡纸，
所有信封都是不透明的，然后用浆糊粘好之后呢，在这个信封的密封处呢还盖上氟莱有吉的章，就你谁要碰这块撕开，他能看出来。氟莱有吉呢把这19封信呢寄给这个千鹤子，说让你呀用你的透视眼，你看看名片里的内容，然后呢把名片里的上边那个地址啊、人名啊，你写回信给我。结果最终千鹤子呢寄回去7封信。为什么少寄了12封呢？他说有3封啊是他用催眠术的时候打瞌睡，不小心把它掉火盆里烧了，还有9封信呢说我当时太疲劳了，我没法使透视眼了，所以没寄回来。那么寄过去这7封信呢，让弗莱有吉教授大吃一惊。为什么？内容全对了，就等于隔着信封看东西看字看准了。可是这个时候很多关于千鹤子超能力的说法引起争议了。有的人说弗莱有吉这个信封测试是漏洞百出，你千鹤子完全可以用各种方法把信封打开，然后再把信封封起来。这有这种技术，这是说没寄回那12封信就最好的证据。可能他12封信打开时候破损了，他一看破损了，怕被人看出来，就没寄回来。所以他现在呢说千鹤子有超能力，这个说法一旦广泛传播了，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他了。这个时候日本科学界呢说咱搞科学实验吧，来证明他能力是不是真实的。当时呢日本帝国大学的有个博士叫山川健次郎，把千鹤子招进东京。这个山川健次郎是坚决不相信超能力的，说我要用实验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功能。就这么着1910年的9月14号，日本科学界的很多名人都到了实验现场，希望亲眼证实这千鹤子是不是有这种千里眼，有这种透视功能。那么这一次用的呢是枪管实验。山川健次郎呢拿来一根枪管，把写着字的纸条放到枪管里边，然后呢再拿那个密封的东西把枪管给死死的封住。然后呢山川健次郎把枪管递给千鹤子，让千鹤子进行透视。你能不能隔着这枪管不透明的你看看里边是啥字？千鹤子透视之后呢写了3个字：盗、丸、射。偷盗的偷，丸子的丸，射箭的射，写3个字。随后山川健次郎呢当众呢把这枪管给从中间锯开。所有人呢都屏住呼吸，结果发现呢枪管里边字条上真写着盗丸射3个字，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在这个时候呢，山川健次郎突然站起来说呢，说我一开始在枪管里放的3个字可不是盗丸射这3个字，说谁在这中间做了弊呢？他这一说，大家觉得这怎么回事呢？说还好你不没走吗？咱们再来一场实验。这么隔了几天之后呢，第2场公开实验在东京一家小旅馆里边开始了。这次实验呢流程更严格，每个参与围观和见证的科研人员都会在封好的箱子上盖上自己的章，就把这字条放在箱子里，大家在上面盖章。而这次千鹤子依旧准确透视出来，里边字是道德天3个字。现场有12位科技人员都非常震惊。实验结束之后呢，日本的舆论呢就这个千里眼的这个千鹤子展开激烈争论。有一派呢以弗莱有吉教授为首，坚信千鹤子就有透视的神通；另一派是山川健次郎为首，说这场实验里头还是有猫腻，这千鹤子和周围的人肯定是作弊了。于是山川健次郎提出再来一次实验，第3次。可是第3次实验的时候呢，这千鹤子在头一天晚上闹肚子了，导致第2天精神状态非常差，不能集中精神，也没法透视出枪管里头任何物品。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虽然说前面有不少科学家呢亲眼目睹千鹤子的千里眼功能，但是因为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科学解释，再加上当时日本呢还在明治维新的热潮当中，提倡的是唯物主义，以实为实。对于这些找不到科学解释的东西，很多人认为这是怪力乱神，阻碍社会发展。所以科学界以及媒体呢对玉传千鹤子进行猛烈抨击，说千鹤子的功能是假的，有人帮他作弊，这纯属于欺骗大众，指责千鹤子是江湖骗子。那媒体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面对这种情况呢，千鹤子是心灰意懒的回到家乡。明治44年，也就是1911年，在这个媒体的炒作跟民众的不理解当中，这千鹤子不堪压力，最后服毒自杀了。他死的时候还不到25岁，就等于24岁出头就没了。这也是等于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就等于把这千鹤子生生给逼得自杀了。那当然那个时候日本拥有超能力的不止玉传千鹤子一人，还有一个人
他的超能力的水平啊，比千鹤子还胜一筹。这人叫什么呢？叫长尾玉子，也是个女人。在《午夜凶铃》当中啊，贞子这个人物，她的原型就是长尾玉子。刚才我说这玉川千鹤子是贞子她妈妈山村织金子的原型，而贞子的原型就是我下边要说这个比这个千鹤子特异功能还厉害的，叫长尾玉子。你看电影里边贞子的超能力呢是一种意念力，意念力非常强大，贞子可以用意念力呢复制录像带。而且贞子呢掉到井里之后呢，没有接触任何外部环境，就仅仅凭借着自己的思想和意念，可以把之前发生的事完全复制到录像带上，甚至呢能用自己的意念力杀人。这一点呢和长尾玉子的超能力十分相似。长尾玉子的超能力呢就是能够利用意念力在感光的胶片上留下文字或者是图案，就不借助什么手绘其他方式，就通过意念就能完成。这咱给大伙细细再说说这长尾玉子。长尾玉子呢是1871年出生在日本，比这个千鹤子大15岁，基本俩人是同时代。在玉川千鹤子的事情被日本报纸疯狂报道之后啊，这个长尾玉子他家在日本香川县，这个时候长尾玉子呢已经是个家庭主妇了，他就受千鹤子这事启发，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千鹤子姐夫清源猛雄讲述的那些催眠术方法，他就试验一次，他发现自己跟千鹤子一样也有透视的能力，也开了天眼了。那么跟底层出身普通老百姓的千鹤子不一样，长尾玉子的丈夫是法院的法官，他家是在当地属于上流社会，他就在当地的上流圈子里边表演了几次透视神通，就很快被当地最大报纸给报道了。后来呢，因为千鹤子试验第3次失败了，被学术界围攻的福来有吉教授呢看到这个报道立马又兴奋起来了，说孤立不正，就是一个孤单的事例，它不能成为证据，我要再找着第二个跟千鹤子一样的千里眼，你们大伙该信了吗？这种超能力吧。所以这个福来有吉呢立即启程奔香川县去了。那么长尾玉子的确呢也没有让这个福来有吉教授失望。福来有吉呢对长尾玉子超能力进行测试，一开始呢他拿了一个铁壶，在铁壶里边放上一张感光胶片，让长尾玉子透过这个铁壶去看感光胶片上什么字。结果试验成功了，长尾玉子轻松就把胶片上字读出来了。可是试验结束之后呢，福来有吉惊奇的发现呢，放在铁壶里这个胶片呢曝光居然被改变了。一开始他可能觉得这个胶片损坏了，或者试验过程当中这个铁壶里边有些杂质造成这胶片曝光了，可能因为这个。就这么第二天呢，福来有吉又拿了一个铁壶，在铁壶里边放上另外一张感光胶片，结果发现呢，测完字以后这感光胶片的曝光还是改变了。这就是什么呢？历史上最初2张用意念力书写的胶片在1910年诞生了。那么起初长尾玉子呢只是能在胶片上画出一些不规则的图案，就通过意念画出图案。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之后呢，长尾子可以成功的呢，长尾玉子在用自己的意识在胶片上写上字了，甚至呢在胶片上能画出准确的图形。你比方说他曾经隔着铁壶在胶片上写过神、观音、天这些字，那么整个科学界都震惊了。你要如果说千鹤子透视能力呢用千里眼来形容，那长尾玉子这种书写能力就找不到任何词来形容了。你说千里眼能看到，他这居然不仅能看着，而且还能用意念在上面写东西，这个太神了。随后呢，京都帝国大学呢有一名大三学生叫三浦恒助，他是个科学迷，他认为长尾玉子很有可能可以用自己的精神去控制一种特殊的光速，用这种光速呢在感光胶片上写字。所以这个是三浦恒助呢对他能力的一种科学假设。三浦恒助呢把这个光速命名为呢京大光线。福来有吉后来呢把这种用意念力书写的能力呢命名成2个字，叫念写，就意念书写的意思。那么当时科学界对长尾玉子的念写能力，很多看了的人都感到赞叹不已，真神奇。那么之前呢，在逼死千鹤子事件当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那个不信邪的山川健次郎，这次又开始出来折腾了。他就认为你这个长尾玉子所谓的念写，
就是因为胶片的曝光出现问题，是胶片的质量，并不是什么超能力。于是山川健次郎提出请长尾裕子来东京再进行一次公开实验。可是呢，这次公开实验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呢，并不是长尾裕子的超能力失效，而是因为作为实验主持人的山川健次郎啊，忘了在实验箱里放胶片了。事后呢，山川健次郎说这个长尾裕子在这预测半天，预测不出来，你透视也透视不出来。山川健次郎说：“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忘了往里放胶片了。”其实这是他故意的，就诚心想看看里边没有胶片。你这边还说我看到啥啥的，你明显胡说八道吗？我就揭穿你谎言了。现场呢，这长尾裕子确实是透视半天，就是透视不出来。说你用意念力在上面写什么，哎，也费劲。但是长尾裕子可没说这箱子里边就没放胶片。所以这么事后呢，所有媒体都大肆报道，说这超能力是鬼扯。说山川健次郎虽然用了一种诡计，但这诡计也揭穿了，说他这超能力是骗人。最终备受打击的长尾裕子回到自己家里了，都不愿意再出来了。后来呢，这福来有吉呢和一些其他科研人员呢，跑到了长尾裕子家里，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秘密实验。但是在试验期间呢，经常有人会来捣乱，甚至会有人给长尾裕子写恐吓信。最终啊，长尾裕子心力交瘁，他本来就有心脏病，这家更是一病不起。所以就在玉川千鹤子死后的1个多月呢，这个长尾裕子呢也步他的后尘，心脏病发作，在高烧当中猝死了。一下子2位轰动一时的超能力者在同一年先后去世。这时候日本呢对这种超能力的研究啊也迅速冷却下来，学术界呢也是唯物主义学者占了上风。福来有吉教授呢被东京帝国大学给开除了，后来他专门成立一个福来心理学研究所，继续对超能力进行研究。所以你看，虽然电影《午夜凶铃》里的贞子是个虚构人物，但是呢，这里边呢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就贞子和母亲山村织金子是非常接近长尾裕子跟玉川千鹤子2位传奇人物的。所以其实呢，这个玉川千鹤子跟长尾裕子是《午夜凶铃》里边拥有超能力的贞子母女的原型。而且电影里边呢，把贞子推到井里那个一雄博士，其实也是以游走于千鹤子跟长尾裕子之间，对他们进行测试的福来有吉博士，以他为原型创造出来的角色。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午夜凶铃》里边到底它的真实原型是什么样。这是根据日本在这个20世纪初2位非常传奇诡异的超能力女子的事迹改编出来的。那么其实除了3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原型之外呢，还有一个关于《午夜凶铃》的恐怖传闻。大家还记不记得《午夜凶铃》电影里边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盘被贞子诅咒的录像。《午夜凶铃》里这个录像带上呢，依附着贞子的怨念，强大的怨念诅咒着所有观看录影带的人。只要你看过录影带，你就会受到贞子怨念的诅咒，莫名其妙的死亡。而且在影片里出现那几分钟录像带上内容，据传就来自长尾裕子。大伙儿记不记得那录像带内容？就是突然出现一口井，井里边一点点爬上了一个披头散发穿着白衣服的女的，然后在这个画面里一点点冲你走过来，然后你惊呆了的时候，她在电视里居然爬出来了，披头散发。这段是最吓人的。说这一段录像带内容就来自长尾裕子。那么在对长尾裕子进行科学实验的后期呢，长尾裕子发现呢自己能够将感应的某些灵体磁场画面呢投印到胶片上，就让人可以直接看到。于是福来有吉呢选择了日本多处传闻有灵异事件的地点，让长尾裕子进行心灵感应，并且把感应的影像呢投印到电影胶片上。那么经过一段测试呢，据传就是选择了日本一个地方有灵异事件的一口井，说是井里不断有鬼啊，什么有人把人推进去怎么着，让长尾裕子呢发挥他的心灵感应能力。然后呢，他把这种能力呢，把想象到的内容呢投到电影胶片上。然后日本的诸多科学家在看这段电影胶片，这段电影胶片内容据说就是《午夜凶铃》里边那个贞子从井里爬出来那么一段内容。说现场看的人都吓坏了。那么因为这段影像完全超出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理解范围，加上长尾裕子当时呢受到舆论的广泛攻击，所以这段胶片呢虽然被东京大学呢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但进行了严格封存，不外传。那其实被封存的画面呢，咱们现在都看了，就是这《午夜凶铃》里边啊那段比较可怕的诅咒视频。那么在长尾裕子去世几十年后呢，20世纪的末期，有一个叫铃木光司的日本作家听说了长尾裕子这个事件，他就以这个事件作为原型，在1991年呢，写了一本小说，小说名就叫《午夜凶铃》。后来这个电影《午夜凶铃》的导演中田秀夫呢，为了追求营造出最佳恐怖效果，他在1998年呢，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从东京大学的档案里呢，直接拷贝出来长尾裕子留下的那盘诡异的录像带。在这盘录像带基础上，加上后期剪辑处理以及演员的这个很吓人的表演，这才有电影里边我们看到那段几分钟时长的贞子诅咒录像。现在呢，被命名为《午夜凶铃》原版录像带的视频依然在网络世界里传播关于电影拍摄时的种种的诡异的事件呢，也在坊间广泛流传。所以关于这个传闻呢，有人说是真的，也有人说是为了宣传电影编造的。但是传闻的真假呢，已经不重要了，录像带的真假也不重要了。这个神秘录像带呢，成了人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也是日本人包括我们中国恐怖片爱好者可能永久的一个谈资，都觉得这个事很神奇。那么我们说这玉川千鹤子跟长尾裕子这两位确实是日本历史上有据可考的超能力大师，他们超能力是真是假，到现在还备受争论。因为在1910年前后呢，科技水平和实验环境有限，所以很多实验环境设置都存在误差，在程序上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漏洞。你比方说，这个见证人与千鹤子在同一个房间进行实验的时候，千鹤子要求见证人必须完全背对出来，不能偷看他透视过程，这一点就被广泛质疑，说正是要背对学者才能透视。很多人认为你为什么让学者背对过去，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所以实验室有这些漏洞才引起不少争议。但是长尾裕子跟千鹤子还不一样，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拿到铁壶这些东西时候放在那儿，可以让这些学者面对面的来看他怎么透视的。并且呢，如果说千鹤子是骗子，那他还起码能找到动机，因为他家庭条件一般，他通过超能力确实赚了钱了。但是长尾裕子身为法官太太3个孩子的母亲，他家本身衣食无忧，生活非常富裕，没有什么欺世盗名的动机。你说他后来被这些学者给折腾死了，可以说是比较冤枉的。那么随着这两个人相继去世，他超能力是真是假也无从验证了。到今天科学实验都无法对一些超自然现象进行圆满解释。那么这一点呢，我把这个两位午夜凶铃的原型的故事给大家讲完了，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在咱们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包括80年代末，在中国呢也掀起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也就是超能力的热潮。当时什么隔空猜物千里传声等等等等的超特异功能都出现在媒体报道当中。而且那个时候还出现了很多严新张洪宝什么中华养生益智功等等这些附在气功载体上的奇特的人体特异功能。那时候我们看用意念播钟弯曲硬币心灵巨能爆出玉米花来用意念在硬币上打孔让豌豆小麦种子在几分钟到几小时之内发芽就这些特异功能好像此起彼伏，到处都是，还真有点心里一想就把事情做成了那种心想事成。可是后来呢，有很多人站出来打假，尤其是一些魔术界的人士，就说你这个东西其实是骗术，我魔术都玩剩下了。就当时出现了很多魔术师来站出来打假。当时我还记得有一个魔术师曾经干过一个这个事儿，说我悬赏100万，你们谁要在我面前什么这个隔空猜物什么这个弯曲用这意念弯曲勺子，你要能给我弄成，你就拿走100万，我现场就告诉你这毛病在哪儿。结果还真没有人敢站出来跟他叫板，有点类似还不如现在有的中华武术爱好者似的，站出来跟散打打的，明明不行了，被揍得鼻青脸肿，还有人站出来。当年的时候真的就没有人站出来敢接受这个实验。所以这个特异功能在那时候甚嚣尘上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人追捧的。后来随着气功热的消沉，这股人体特异功能热也一点点不再提起来。而且当年有很多这里边的人物后来被陆续证明都是骗子。所以后来又出现了很多人要打击伪科学，
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何作修院士，包括司马南，当时做了很多节目呢，在揭露这里边的骗术。所以中国呢，曾经在那一时期呢，也是广泛的传播这些东西。我觉得呢，就是所谓的特异功能研究，不见得是坏事，它起码是大家科学素养有所提高，愿意从科学角度去研究这些东西了。而对这些东西，无论是证实它存在，还是拆穿它的骗术，其实都是全是会提升科学素养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中国人整体说呢，科学素养并不高，各种怪力乱神长期在民间流行，所以我想呢，推动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要么是呢能够推进科学的发展，要么有利于戳穿伪科学，从而呢能够提升整个民族的科学素养。这无论如何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所以就是今天，如果中国再有人宣布说他的特异功能很厉害，我是希望能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那到底研究研究，在这个领域之内还有哪些神奇的现象？虽然有很多骗子被揭穿，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彻底否定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因为科学的态度就是，如果你无法用现有的科学手段证实，你先假设的存在，然后我们再找证据。这就是现在科学研究界广泛提出来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一味的否定呢，它其实也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所以我们看《午夜凶铃》，虽然是恐怖片，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我们这个神奇世界到底还有多少我们解释不清楚的一些秘密。